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超级反直觉，但却跟你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选择的吊诡。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直觉得选择越多，自由越多，当然就越快乐？这听起来根本是天经地义，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心理学研究发现，事实可能完全相反呢？没错，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太多选择，反而会让我们更焦虑、更不满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颠覆三观？别急，今天我们就要跟着心理学家 Barry Schwartz 的脚步，一步步拆解这个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析路线图。首先，我们会从一个深植在所有西方工业社会的官方教条开始谈起，接着我们会看看这个教条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演变成一场选项的大爆炸。然后，重点来了，我们会深入探讨这场爆炸带来的两个负面后果：瘫痪效应和不满足效应。最后，我们会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叫做鱼缸理论。整个逻辑非常清楚，从信念到现实，到问题，再到解法。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OK，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所谓的官方教条。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严肃，对吧？但它指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观念。这个观念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完全融入我们的文化。我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就像鱼不会意识到自己活在水里一样。那这个我们深信不疑的教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公式是不是超级简单、超级有道理？官方教条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幸福，就要最大化个人自由。这点没问题吧？自由绝对是好事。那怎么最大化自由呢？答案就是最大化选择。所以整个逻辑链就串起来了，更多选择等于更多自由，等于更幸福。这个公式可以说是整个现代西方社会运作的底层作业系统。从你逛的超市到你选的科系，甚至是政府的政策，背后几乎都是这个信念在驱动。但是这个看似完美的公式，真的万无一失吗？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来这个部分，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这个选择教条在现实世界中到底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样貌。你会发现，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由无尽选项所构成的世界里，真的有点夸张。我们先从一个你我每个礼拜都会遇到的场景开始，逛超市。假设你今天想说来点健康的，买罐沙拉酱，走到货架前，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根据 Barry Schwartz 的调查，在他家附近一间再普通不过的超市，光是沙拉酱就有175种，175种凯撒、千岛、和风、油醋，还有各种低脂、零脂、有机、手工的版本。光是把瓶子上的标示都看完，可能沙拉都枯萎了，更别说做出决定了。我们真的需要为了一盘生菜面对这么复杂的抉择吗？好，如果觉得沙拉酱还只是开胃菜，我们把场景拉到一家电子产品店。你今天想组一套音响，需要喇叭、CD 播放器、扩大机等等。光是这一家店里提供的各种品牌型号的零组件，你知道可以搭配出多少种不同的音响系统吗？答案是650万种。你没听错，不是6万5，是650万。这个数字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大脑可以处理的范围了，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选项大爆炸，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改变有多剧烈呢？我们用电话来做个对比。在过去，当你想装电话，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当时的电信巨头贝尔公司租用。电话就是电话，黑色转盘，功能单一，而且几乎永远不会坏。但现在呢，光是手机就有数不清的品牌、型号、规格、颜色，每一只手机里面又有上百个 App 和功能，每个 App 里面又有无数的设定。你现在甚至买不到一只功能不要太多的手机。这就是从别无选择到选择过剩的巨大转变。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早就不只是买东西这么简单了。这股选择的浪潮已经淹没了我们生活中所有重要的领域。例如医疗，以前是医生用他的专业告诉你该怎么做，
现在是医生给你选项 A、B、C， 告诉你各自的利弊风险，然后把球丢回来问你，你想怎么做？这等于是把决策的千斤重担转移到了对医学一无所知，而且还在生病的你身上。还有我们的职业生涯，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甚至连我到底是谁，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最根本的个人认同问题，都变成了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去定义的课题。我们每天醒来都在面对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题，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好，当世界给了我们这么多选择之后，重点来了。我们以为我们会因此感到自由和解放，但第一个吊诡的后果出现了，那就是瘫痪效应。简单来说，就是选项多到一个程度，反而让我们的大脑宕机，动弹不得，干脆什么都不选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术研究，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学者取得了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Vanguard 的内部资料，这份资料涵盖了将近100万名员工，他们都参加了公司的退休金提拨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员工可以自己选择要把钱投资在哪些基金里，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决定，对吧？直接关系到你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照理说，公司提供的选项越多，应该越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参与度会越高吧？但研究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你看这张图，当公司只提供相对少数的基金选项，比如5支时，员工的参与率其实是最高的。但随着公司提供的基金选项越来越多，员工的参与率反而开始稳定下降。数据显示，雇主每多提供10支基金选项，员工的参与率就会下降整整 2%。这代表什么？当选项从5支暴增到50支，参与率可能就掉了 1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你面对50支基金，每一支都有复杂的说明书和绩效数据，要从中选出那个最好的，实在是太困难、太烧脑了。结果，很多人就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拖延。他们心里想着，太烦了，明天再研究吧。结果明天永远不会来。这不只是让他们损失了未来的退休金，更夸张的是，他们甚至放弃了公司白送的钱，也就是雇主的匹配提拨金。为了逃避一个困难的选择，他们宁愿每年眼睁睁看着几千块美金从眼前溜走。这就是选择瘫痪，一个非常真实而且代价极其高昂的心理陷阱。所以，如同 Barry Schwartz 所说的，这句话完美总结了瘫痪效应的核心。当有太多选项可供选择时，人们会发现根本很难做出选择。选项的增加并没有带来自由，反而带来了行动上的瘫痪。好，假设我们意志力惊人，成功克服了选择瘫痪，真的做出了一个决定。你可能会想，这下总该没问题了吧？我选了，我应该会很快乐吧？错了，过多选择带来的第二个，而且是更隐蔽的负面后果，就是不满足效应。也就是说，就算你克服万难做了一个选择，而且客观上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但你最终的满意度却可能比当初选项很少时来得更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背后有4个心理学上的小偷在悄悄搞鬼。就是这4个小偷分别是懊悔、机会成本、期望值的提升和自我归咎。他们会联手偷走我们本应从选择中获得的满足感。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他们的犯案手法。第一个，懊悔，这很好理解。当你从175种沙拉酱中选了一种，回家一吃，觉得好像还好而已，你的脑中会立刻开始上演小剧场。早知道就选旁边那一罐了，说不定另一种口味更好吃。当选项很多时，你太容易去想象出一个可能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个想象出来的完美选项，会让你对自己已经做出的决定产生懊悔，而这种懊悔感会直接降低你对现有选择的满意度，就算你选的其实根本不差。第二个，机会成本，这跟懊悔有点像，但更微妙。经济学家称之为机会成本，意思是你选择了 A， 就等于放弃了 B、C、D 等等，而 B 的优点、C 的优点、D 的优点，全都会变成你这趟选择的成本。例如，你选择了一只拍照功能超强的手机，但它的续航力普通，这时候你脑中就会一直想着那些你放弃的续航力超强的手机。那些被你拒绝的选项的诱人特点，会像幽灵一样缠着你，让你对手上这只拍照神机的满意度大打折扣。选项越多，你放弃的诱人特点就越多，你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满足感自然就越低。第三个，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期望值的提升。这里有个超级经典的例子 ，Schwartz 分享他自己的经验哦。他说，他以前买牛仔裤，那个年代牛仔裤只有一种款式，穿起来超不舒服，版型很差。他对牛仔裤完全没有任何期望。但多年后，他再去买牛仔裤，店员问他：“你要紧身、合身还是宽松版？要排扣还是拉链？要实洗还是栓洗？要不要破坏设计？要削型裤管还是锥型裤管？”他当场傻眼。花了1个小时试穿后，他真的买到了一条有史以来最合身、最好穿的牛仔裤。客观上，他得到了更好的结果，但是他说，他感觉却更糟了。为什么？因为当有上百种选择时，他对一条牛仔裤的期望值已经被拉到无限高。他心里想的是，这么多选择，总该有一条是完美的吧？结果他买到的虽然很好，但并不完美。于是他拿实际结果去跟那个被垫高了的期望一比，得出了结论是失望。这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当选择无限多，我们的期望也跟着无限高，我们很难再有喜出望外的体验，因为我们的预期就是完美。最后一个小头，自我归咎，这点真的非常伤。你想想看，在过去那个只有一种牛仔裤的时代，如果你买了觉得不满意，你会怪谁？你会怪那个世界，怪那个制造商？就只有这种啊，我也没办法，责任不在你。但现在呢，当有上百种牛仔裤给你选，你最后还是选到一条不满意的，这时候你会怪谁？你只会怪你自己。天哪，我怎么这么笨？我应该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都是我的错。当选择多到一个程度，决策失败的责任就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了我们自己身上。这种不断的自我归咎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也是现代社会忧郁症比例不断攀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好，讲了这么多过多选择的坏处，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回到那个什么都没得选的时代吗？当然不是。接下来的结论部分，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比喻，它提供了一个解决选择吊诡的思考方向，那就是人人都需要一个鱼缸。在我们正式进入鱼缸理论之前，请大家先记住这句话，这是从刚刚期望值提升那一点推导出来的最直接的结论，那就是快乐的秘诀在于降低期望。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消极，但它不是要你躺平或不求上进，它真正的意思是要你在这个充满了完美幻想的世界里学会务实，学会欣赏够好，而不是永远执着于那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最好。这里要澄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理论绝对不是反对选择，毫无疑问，有一些选择绝对比完全没选择要好上100倍，但是这并不代表更多选择就一定比一些选择更好。凡事都有一个最佳平衡点，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工业社会的人来说，我们很可能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幸福感的最高点。现在再增加选项，对我们整体快乐的提升效果，可能已经是负数了。最后我们回到这个核心比喻，鱼缸。你看这张图，一只鱼在鱼缸里，旁边写着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没有限制。我们第一眼看到可能会觉得这只鱼很可怜，被限制住了。但仔细想想，也许这只鱼比我们更懂得快乐的秘诀。因为真相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鱼缸敲碎，让鱼可以游向任何地方，让一切都成为可能，那只鱼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它得到的是面对无限汪洋的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瘫痪。鱼缸这个看似是限制的东西，其实也提供了结构，提供了边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安全范围。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一样，一个没有任何隐喻性鱼缸的人生，一个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有可能的人生，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却可能是一场灾难。它最终只会导致瘫痪和深深的不满足。所以今天的分析到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鱼缸。这个鱼缸可能是一些你坚守的价值观，一些你自愿接受的承诺，一些你为自己设定的生活原则或纪律。正是这些看似的限制，
反而能把我们从无限选择的焦虑中解放出来，让我们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么，那个赋予你生活结构与意义的鱼缸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西方社会的官方教条，也就是选择越多越幸福这个信念开始，接着看到这个信念导致了我们生活中选项的大爆炸。然而，重点是这种爆炸带来了2个严重的负面后果。第一是瘫痪效应，选项太多让我们干脆不做决定；第二是不满足效应，就算做了决定，也会因为懊悔、机会成本、过高的期望和自我归咎而感到更不快乐。最后，我们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鱼缸，也就是透过一些自愿的限制来找回真正的自由与满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